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宛如一幅被搅乱的棋局，局势混沌不堪。王莽推行的改制不仅未能化解社会积弊，反倒如同在熊熊烈火上浇了一桶油，使得社会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招致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新朝与周边部族频繁爆发战争，民族矛盾被彻底激化，一时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人心思汉，繁忙起义如星火燎原般在神州大地蔓延开来。王莽所建立的新莽政权，仿佛狂风中的孤舟，摇摇欲坠。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反莽大潮中，有一对兄弟挺身而出，他们便是刘秀与刘演。提及刘秀，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日后开创东汉王朝，被誉为东汉光武帝的一代雄主。然而，他的同母长兄刘演，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身影略显暗淡，知晓他的人并不多。刘演出生于公元前16年，字伯生，乃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据《后汉书·齐武王隐传》记载，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负社稷之虑，不是家人居业，轻身破产，交结天下雄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满怀壮志、义愤填膺的热血男儿形象。面对王莽篡汉的无道行径，刘演内心的愤怒如同火山般炽热。他一心想着复兴汉室江山，为此他不惜倾尽所有家产，四处结交天下英雄豪杰，只为有朝一日能揭竿而起，推翻王莽的残暴统治。时光流转至帝皇3年，公元22年，彼时的天下盗贼肆虐，战火纷飞，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刘演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实现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宏伟目标的绝佳时机。于是他果断联合刘秀、李通、李毅等人，共同组建了冲灵军。此后，邓晨、殷实、李通等也纷纷率领子弟、宗族加入其中，冲灵军的规模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这支军队集结了7、8千人。在刘演的精心部署下，冲灵军分别于新野、宛城、冲灵3个地方同时举兵起义，一时间战旗猎猎，号角震天，反莽的烽火熊熊燃烧。刘演在南阳起兵之时，正值绿林军遭受重创之际。帝皇3年，荆州地区疫病横行，如恶魔般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绿林军几乎有一半将士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剩下的一半兵力也因分散各处，面临着被王莽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而此时的冲灵军军事力量依旧薄弱，还时刻遭受着王莽驻守南阳军队的强大威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刘演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果敢的决策能力。他主动向绿林军新士兵、平林兵伸出橄榄枝，寻求联合，共同对抗王莽的军队。合军之后，起义军的形势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转守为攻，逐渐扭转了之前势单力孤的被动局面。在刘演的指挥下，起义军接连攻下新野、湖阳、吉阳等地，士气大振。然而，战争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豫阳小长安据，有的版本作小长安或长安据，起义军与王莽前队大夫甄父属郑良秋次所率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战斗异常惨烈，起义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惨败。小长安兵败，给义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新市、平林兵眼见汉兵多次战败，又听闻甄父、梁秋次的大军即将杀到，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们开始动摇，甚至想要各自散去。原本就松散的联合面临着瓦解的危机。与此同时，王莽派遣严友、陈茂率军击破下江兵、绿林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但下江兵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迅速恢复元气，并且依旧保持着对王莽军的进攻态势。在南阳地区，各路起义军在与王莽军的作战中，虽取得了一些战果，但由于他们大多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各路军队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配合，力量较为分散，都不足以单独对抗南阳的甄父、梁秋次以及荆州的严友、陈茂。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刘演却宛如一座巍峨的高山，沉稳冷静，屹立不倒。
他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带领刘秀、李通三人亲自前往联络下江兵。在他的努力下，冲灵军与绿林军新市、平林、下江兵实现了军事大联合。这一联合犹如一道曙光，穿透了战争的阴霾，使得危急的战争形势得以扭转。刘演不仅善于把握战机，更是用兵如神。他果断下令分为6部，前师夜起，袭取兰乡，尽获其辎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起义军悄然行动，如同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猎豹，迅速而精准地袭击了兰乡，将王莽军的辎重全部缴获。第二天，刘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在黄唇水展开决战，歼灭敌军2万多人。甄父、梁丘嗣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此2人一死，王莽的10万大军瞬间军心大乱，不战自溃。面对起义军的迅猛攻势，王莽惊慌失措，急忙调兵遣将，派严友、陈茂率军反扑，妄图攻占宛城，挽回败局。然而刘演毫不畏惧，在豫阳之战中，他指挥若定，大败严友和陈茂的军队，斩首3000多人，而己方仅伤亡400余人。这一战充分展现了刘演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让敌人闻风丧胆。此后，刘演乘胜追击，将宛城围困长达118天。在这漫长的围困战中，刘演的军队如同一把铁锁，紧紧锁住了宛城。最终，守将岑彭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城投降。宛城这座军事重镇的陷落，犹如一记沉重的丧钟，直接敲响了新莽王朝的灭亡倒计时。刘演也因这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声名远扬，威震四方。他自号筑天将军，个人权势也达到了顶峰。刘演的军事才能和强大影响力，让王莽感到极度恐慌，仿佛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于是，王莽将刘演列为当时的头号通缉犯，并且开出了令人震惊的天价通缉令。同样是在帝皇3年，公元22年，王莽下达了一道诏令，内容如下：有能捕得此人刘伯升者，皆封上公10亿万户，赐宝货5000万。为了能尽快抓到刘演，王莽甚至派人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精心绘制了刘演的画像，然后在各地城门张贴，试图借助民众的力量将刘演缉拿归案。据《东关汉记》中记载，画像中的刘演身长8尺，美须髯，目有紫棱，如此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的形象，仿佛能从画像中跃然而出，让人望而生畏。那么，为何说王莽对刘演的这道通缉令堪称天价呢？我们不妨来做一番对比。当时，王莽对绿林军其他首领的悬赏仅仅处于千户级别，即便是赤眉军首领樊崇，悬赏也不过万户。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同期对农民军领袖的最高悬赏为封5000户侯，赐金10万金，而刘演的悬赏规格直接是其2倍之多，足见王莽对刘演的忌惮程度之深。与同时期的情况对比完，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悬赏情况。《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对项羽的悬赏是1万户，金千金。明代崇祯皇帝对李自成的悬赏是万金，封侯。清廷悬赏太平天国诸王的金额也不过1万两白银。通过这样的纵向对比，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王莽对刘演开出的这道通缉令，在历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其赏金之高，令人啧舌。如此厉害的人物，按理说应该名垂青史，广为人知。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刘演在历史的舞台上，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难道是因为王莽的巨额赏金，导致他过早的被杀了吗？实则不然。令人惋惜的是，刘演最终并没有死于新莽政权的通缉，而是倒在了冲灵军内部的一场阴谋谋杀之中。帝皇4年，公元23年，绿林军在反莽斗争中接连取得胜利，队伍迅速壮大，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然而，尽管人数众多，但起义军却尚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文号、旌旗、标志。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进一步推动反莽斗争，农民军决定从刘氏宗室中选出一人，
对起义军进行统一领导。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然而，在究竟立谁为帝的问题上，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当时，刘演在南阳诸豪族中威望极高，与南阳诸豪族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被视为南阳士绅的代表与领袖。因此，以王昶等为代表的一批豪杰纷纷衔归博生，极力主张立刘演为帝。而以王匡、王凤、张邈为代表的大部分农民军将领，则主张立更早投入农民军的刘玄，字圣公，是光武帝刘秀的族兄，为帝。面对这种激烈的分歧，农民军将领们竟然不顾豪族的反对，来了一招先斩后奏。他们在清水沙滩上匆匆建立了以刘玄为帝、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伟为大司马、陈穆为大司空，其余人为九卿将军的更始政权。当刘演得知此事时，一切都已成定局。那些人直接通知他：“我们已经决定立刘玄为帝了，你就别再操心了。”对于这一结果，刘演深感忧虑，他试图劝说众人重新考虑。他表示：“要不咱们再慎重思考一下呢？要不咱们等彻底灭了王莽，打败赤眉军之后再称帝也不迟啊！现在称帝很可能会引发内斗。”据《后汉书·齐武王刘演传》记载，刘演当时的原话是：“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与彼之见，切有未同。今赤眉起清，徐众数10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以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守兵倡号，先有能遂、陈胜、项籍，及其事也。冲陵去晚300里耳，为祖为公，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成无弊，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刘演的这番话可谓是深谋远虑，字字句句都切中要害。然而，他的苦口婆心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众人的重视。公元23年6月，更始帝刘玄正式称帝，刘演被任命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然而，刘玄和刘演之间的权力斗争才刚刚拉开帷幕，并且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暗潮涌动。更始政权建立不久，刘演就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军攻克新野、宛城。刘秀也在昆阳之战中崭露头角，立下赫赫战功。兄弟二人在军中的威名如日中天，这却引发了刘玄极其亲信的猜疑和忌惮。其实，早在刘季、刘演部下曾跟随刘演起义，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将军，到处公开表示拥护刘演的时候，更始帝就已经对刘演起了杀心。刘季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生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刘季的这番言论，无疑在更始君臣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刘演及其追随者依然是一股强大而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即便刘玄已经称帝，但王莽却依然将刘演视为南阳反莽军的领袖和新朝的主要威胁，甚至斥责故汉氏冲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羽，望刘演惑众，背叛天命。在王莽眼中，压根儿就没把刘玄放在眼里，这怎能不让刘玄心生愤怒和嫉妒呢？更始君臣正式谋划除掉刘演，始于一次宴会。在宴会上，气氛异常紧张，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更始帝刘玄去过刘演的宝剑观看，绣衣御史申屠建则趁机献上玉珏，暗示刘玄当机立断斩杀刘演。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玄却心软了，最终未能狠下心来动手。这一幕让刘演的舅舅樊宏深感担忧，他急忙劝告刘演：“你可得小心了，今日的宴会与昔日的鸿门宴有何区别？”不过，刘玄也深知，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杀死刘演，难免会被人指责太过无情无义，因此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经过一番精心谋划，他们决定以刘季为突破口。他们试探性地册封刘季为抗威将军，这个封号带有明显的侮辱意味，
类似于历史上的不义侯、违命侯、昏德公等爵号。果然，刘季本就支持刘演，面对如此羞辱，他更加坚决地拒绝向更始帝俯首称臣。刘玄见状，立即以此为借口，下令将刘季抓捕。而此时的刘演面对刘季的抗命和更始君臣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选择避嫌，反而挺身而出，极力为刘季辩护。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计，将诛之，博生故争。然而刘演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为刘季求情之际，刘玄的亲信朱伟和李毅趁机发难，诬陷刘演谋反。刘玄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刘演和刘季一同处死。就这样，这位令王莽悬赏10万斤黄金的猛将，这位为汉室复兴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竟然草率地死于自己人之手，年仅39岁。刘演的被杀，犹如一颗定时炸弹，为刘玄政权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刘秀得知兄长死讯时，正在外统兵作战。他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但为了避免引起更始帝的猜忌，他立即放下军务，只身返回京城。回到京城后，刘秀呻吟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为了打消更始帝对他的疑虑，刘秀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悲伤和不满，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甚至不敢为兄长扶丧，只能在无人之处偷偷哭泣。此后的2年间，刘秀忍辱负重，主动交出军权，接受更始帝封赏的虚职，还尽心尽力地为刘玄修建宫殿。为了进一步获取地方势力的支持，刘秀在宛城娶了阴丽华为妻，又娶了真定王刘阳的外甥女郭圣通。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刘秀如同一只潜伏在黑暗中的猛虎，默默积蓄力量，韬光养晦，等待着复仇的时机。翌日用之，啥意思？这个人适合当宰相，这个人适合当大将啊！希望翌日用之。啥叫翌日？那意思就是等您上台之后，这些人可以为您所用。因此，上世太子的时候，王叔文和王丕就已经为太子去招兵买马。这些人包括韦之仪、陆贽、吕温、李景简啊、韩烨、韩泰、陈建、柳宗元、刘禹锡等这些人。而且呢，《旧唐书》说他们定为死交，好家伙，生死交情，就这个意思。这些人也后来成了永贞革新的核心骨干的一支队伍。本来布局都已经布好了，就等着上来之后大刀阔斧，革除弊政，让唐朝焕然一新。结果变故来了，怎么呢？太子突然中风了，口不能言，偏瘫了。结果王叔文、刘禹锡等这些人陷入了焦虑。这时候是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了。好了，那这回太子就要继位，而且这是力排众议。为什么？当时已经有人建议直接立广陵王为新的皇帝。广陵王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本来要跳过这个太子的，结果在王叔文等人的这个坚持之下，结果呢太子继位了。也正因为自己是身体这么个状况，本来呀雄心勃勃的这个唐顺宗，当了皇帝之后，基本上你看不到他有任何的作为。原因很简单嘛，身体都成那个样了，你让他怎么有作为？他呀深居简出，身旁常年服侍他的只有一个妃子牛昭容，还有一个宦官叫李忠言。这2个人负责传话啊。据说当时群臣有任何事儿上议，然后呢先经韦之仪，再经王叔文、王丕，然后再经李忠言，再经牛昭容，然后这才能够为顺宗所知晓。消息是这么个传递渠道。这也为后来政敌攻击王叔文、王丕他们埋下了一个伏笔。为啥？大家都认为你们是借着皇帝病重，你们夹带私货，你牛昭容、李忠言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整天传达的皇帝的旨意，鬼知道是不是皇帝的旨意？皇帝现在口不能言，仰卧在这个病榻之上，我们怎么知道是他的意志还是你们几个人的意志？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革新党啊是深怀不满啊。当然了，这个王叔文、王丕这些人
也的确有很多可供人指摘的这个地方，比方说任人唯亲，比方说刚愎自用，比方说贪财纳贿等这些事情，的确是有的。所以永贞革新从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一个失败的这个伏笔，尤其是顺宗整天这个深居禁中，深入简出，所以大家都认为你王叔文是挟天子以令群臣。坦白的说，王叔文他们的改革就是永贞革新，其实针对唐德宗晚期的那些弊政有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你比如说罢公事、罢无妨使。什么叫公事？白居易的《卖炭翁》描绘的就是公事啊。那说白了，就是以皇宫需求为借口，派宦官四处出去，在民间强买强卖。还有就是无妨使。什么叫无妨使？无妨指的是雕坊、胡坊、这个药坊、鹰坊、狗坊，都是打猎用的禽兽。那么这些禽兽干什么？供皇帝打猎用。那这个怎么影响到民生的？你要知道，无妨使都是些宦官，这帮家伙借着给皇帝出去寻访好的鹰啊、好的这个猎犬呢，借这个名义在民间到处去敲诈勒索。还有一个取消进奉啊，当时这个唐德宗晚年，整天让这个地方官给他特别的进奉，这是正税之外的另外的苛捐杂税，所以这种进奉也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沉重的负担。另外一个官场的腐败，那么王叔文他们也要去打击，不仅要取消刚才说的是公事无妨使，取消进奉，还要打击这个贪官。你比如说浙西的观察使李琦，还有这个京兆尹这个李石等这些人，都要予以打击，因为这些人是著名的贪官。这些人被打掉的时候，你可没见，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你比如说那个李石离任的时候，老百姓就说怎么的？哦，这贪官要被罢官了，好，大家怀里边揣着砖石瓦块，等在官衙的门口，对吧？就跟那个粉丝接机一样，只不过粉丝接机拿着鲜花，这帮家伙拿着砖头，就等着你小子来呢。结果李石吓得从后门悄悄地溜走了。你就可见打击贪官也很获民心的。还有这个就是抑制藩镇。你比方说那个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个韦皋，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也就是这个剑南西川、东川以及山南西道，结果王叔文干净利落地拒绝了，并且要斩其来使，打击了这个藩镇的这个气焰。另外一个，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你要知道，很多的宫女一辈子啊，青灯古佛就在宫廷里边，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啊，把他们放出去，这是一个人政。教坊女乐也把他们其中的600多人放回去，让他们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与家人团聚。而且在这个阶段内，太子之争又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关键问题？一个是立谁，第二一个太子什么时候上台。而顺宗的身体状况那么差，就成了这些人的借口。当然了，二王柳，王叔文、王丕、柳宗元、刘禹锡希望这个问题缓议，原因很简单，现在讨论什么太子啊，还讨论太子上台的问题，这不行啊！我们得仰仗着现在皇帝还支持我们，我们得把改革进行到底呀。但是其他的一些人，你比如宦官巨文珍、薛英珍等这些人，主张早立太子，根本的缘故就是这些人在德宗时期曾经受到皇帝的宠信，可是新皇帝唐顺宗上台之后对他们十分冷淡，所以他们认为二王柳是导致我们失势的罪魁祸首，想夺回权力。因此他们联合外边的大臣，外边大臣很多人对这些人也不满呐。你比如郑殷呐、王牙啊等这些人，我坦白的说，连韩愈都对柳宗元、刘禹锡颇有微词。他们的主张是啥？他们的主张是立广陵王李纯，也就是唐宪宗啊为太子，而且让他继位。那么刚开始这些人的奏章递交上去之后，我前面说了，顺宗身体不好，所有的奏章都得经这个牛昭容之手。结果牛昭容看见之后十分不悦，因此呢没有把这个奏章转交给唐顺宗。结果郑殷等人绕开了牛昭容，在一张字条上写了这么一个4个字：立嫡以长，然后让自己这一派的宦官巨文珍
绕过那个另外一个宦官李忠言，直接把这个字条传递给了皇帝。结果病榻之上的唐顺宗呢，看了一眼，点头示意，认可了。完了，这就成了永贞革新失败的一个导火索了。其实，你可能要想，你顺宗为啥要答应这件事儿啊？啊，你要不答应多好，你这不就是革新是你的目的吗？你这一答应，这不就导致革新的失败了吗？您这叫上帝视角。你要知道，当时的对顺宗来说，第一，自己身体这个样子，那么马上面临着力敌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此其一，其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您现在换位思考一下，您如果病得像唐顺宗那样，整天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的，而且呢口不能言，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心态烦躁，别人跟你在旁边絮絮叨说点什么事儿，你很有可能未加深刻的思索，你就点头应承，这是很有可能的。结果顺宗这一点头，这些人算是逮着了，于是永贞革新就此失败了。因为在李纯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些宦官和外朝大臣一块儿又逼着顺宗内禅，结果就导致永贞革新昙花一现，只搞了146天。然后新皇帝就是唐宪宗上台，第3天就开始打击革新派的人士。王叔文被贬到了豫州担任司户，豫州就是今天的这个重庆。王丕被贬到了开州，啊，也就是今天的开县，然后他当司马。不久呢，病死了贬所。王叔文被赐死了，而刘禹锡、柳宗元呢，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叫做八司马呀？就是因为这改革的核心成员8个人啊，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为首，都被贬到各个州去担任了司马。刘禹锡是被贬到了这个朗州啊，柳宗元呢被贬到了这个永州。二王柳柳之失败，永贞革新之失败，与疾病密切相关。第3一位，我们再列举一下唐宪宗。哎呦，这位可是太可惜了。怎么呢？唐宪宗是唐朝后期当中皇帝当中能力最强的一位，最突出的一位。可是他的问题在于啥？他的问题在于他本人服食丹药，结果引发了自己身体的巨变，性格大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宦官给弑杀了。宪宗是最有作为的一代皇帝，这个人呢，以太宗之创业、玄宗之治理为榜样，雄心勃勃，而且能力也很强，重用了武元衡啊、裴度啊、李肃啊等这些能臣，对藩镇态度非常的坚决，所以他们打击藩镇颇有作为，连河北3镇那是藩镇割据的核心之核心，基本盘连这些都归降了。按理说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很快宪宗就死于非命，让这一切最后变成了昙花一现，烟消云散。宪宗也有风机，尤其是他看着顺宗那个教训，他也想怎么把风机给去除了。他的应对方式也是丹药，而他的死与一个术士叫柳密密切相关。柳密原名叫杨仁胄，还有史料说他叫杨仁利。这个人自称自己有法术，长生不老，尤其是在地方上的时候，他先后获得了鄂岳观察使这个李道古的这个信赖。李道古就相信他那套法术，吃他炼的这个丹药，然后呢又把他推荐给了宰相黄甫伯，黄甫伯又把他推荐给了这个宪宗皇帝。宪宗皇帝呢就让这个柳密给自己合丹药。当时有个大臣叫裴林，坚决反对。唐会要卷56记载了裴林给皇帝的这个上书，叫做《荐信用方士书》。在这里边他提出来了，说是这个丹药这个东西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有个建议，凡是给您炼丹药的人，你让他自己先服1年，拿它做人体实验，如果有效，您再吃，保证您的安全。结果唐宪宗听了之后却是勃然大怒，觉得你裴林这小子你是坏我的好事儿，于是把裴林贬为江陵令，贬走了。然后柳密又向皇帝提出，如果想这个炼丹药，那就必须找一个带有这个仙气儿的地方。他认为天台山那个地方有灵草，可以用来服丹药。
炼制丹药，所以唐宪宗啊任命其为台州刺史。很多人反对，唐宪宗还恼怒说：“凡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治长生，臣子依何爱焉？”啊，如果说是用一州之力能够让我长生的话，你们这帮子当大臣的，你们为什么反对？别人不好说啥。结果这么个术士竟然担任了这个台州刺史，但是呢，他在那练丹药多次失败，最后害怕，自己又潜逃了，弃官而逃。就这，李道古、黄埔模等这些人还继续在皇帝面前保他，在他们的维护之下，唐宪宗宽恕了柳密，然后呢，让他进入了翰林院。根据韩愈写的《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的记载，柳密炼制丹药的主要手法是啥？以汞为原材料，烧水银为不死药。虽然具体的药物形态和服用方式不详，但是可以想见，唐宪宗极有可能面临着汞中毒。慢性的汞中毒会引发这个易兴奋、震颤、口腔炎，性格会改变、急躁，或者是变得胆怯、多疑等等等。而唐宪宗变的是啥？唐宪宗变的就是性格变得急躁，而且他这个急躁后来到了何等地步？第一，爱打人，天天打人，甚至杀人。这跟刚继位的时候唐宪宗判若两人，这是一个。而且到了他临死之前，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以至于元和15年正月初1这一天，按照惯例，皇帝要到大明宫含元殿，要接受百官朝贺，这么重要的1年1度的大典，没办法参加了，因为病重。他由于经常打这些宦官，再加上那时候宦官本来宦官专权就比较的嚣张，结果呢，一个实在忍不下去的一个宦官叫陈弘志，还有的史料记载叫陈弘庆，竟然对皇帝动手了，弑君。唐宪宗驾崩，享年只有43岁。唐宪宗的死实在是太可惜了。唐宪宗如果不死，你想他才43岁呀，你不用多，他哪怕再多活10年，巩固一下自己治理藩镇的这个成果的话，那恐怕唐朝后期可能会迎来中央集权的第二春。但是历史没办法假设，因为事儿已经发生了。当然了，关于唐宪宗之死，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说法，认为是宦官专权的这个结果呀，宦官的阴谋的结果呀，等等等等，甚至有人认为唐穆宗在这里边也起到了某种作用，等等等。这些有关于阴谋论，我们暂且不论，我们必须要指出，当陈弘志等人下这个手，与皇帝性格大变，然后经常殴打宦官，的确是直接相关的。这又是一个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所以，通过以上几代皇帝的事迹，大家发现，我们经常用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这些肯定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毕竟是人，只要是人，就不能永远的时候都是理性的，它总是要受一些因素的左右。那么疾病、药物就是一个影响人的性情的重要的因素。而古代又是专制王朝，统治者的这些身体和精神的变化能不影响历史吗？以上的事例足以证明这一点。疾病真的是影响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以往对它有点过于的轻视。说《黄帝内经·灵枢经水篇》那里边就说了，说若夫8尺之势，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寻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解剖这个词儿就从这个灵枢里边来的嘛。还有一个王莽啊，《汉书·王莽传》提到过，王莽搞过人体解剖。王莽当时呢有一个反贼叫王孙庆，王孙庆被处以死刑之后，王莽让太医、上方和屠夫一块儿库剥之，把他给解剖了，然后干什么呢？量度五脏，以竹挺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就是一次解剖学实践。只不过呢，他们可能因为先入为主，有自己的一个认知，所以这次解剖呢没有得出太积极的这个成果来。经脉的这个解剖学的这个存在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学术争议话题。而这个王莽竟然顺利的找到了人体的脉，
而且还能够拿小竹棍捅进去。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发现的是什么？他发现的是血管啊，他把血管当做这个脉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次人体解剖啊。还有一个就是每次我在网上说古人会某项外科手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驳说，这个古人又没有办法应对这个消炎，又没有抗生素，怎么消炎呢？那一动外科手术人不就死定了吗？说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您看看您这个观点成立不成立？古代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受伤的战士，甚至有的人断胳膊断腿，我就问一句，他们是不是受伤就必死了？显然不是吧。古人消炎尽管没有现代人这么高效，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办法。所以呀，在古代咱们这么说，外科手术完全有成功的可能性，术后伤口感染这个问题上也有应对的这个手段。隋代朱病源候论提到过这个断肠吻合术，还提到了鸡脚缝合，说是这个鸡舌隔脚，横不相当，缝衣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实际上就是现代外科术当中的叫八字缝合法嘛。古人的缝合法也和现代基本相当。另外一个，古人的药膏当中也有很多的消炎的成分，而且油性的药膏本身就可以起到消炎的这个作用。无论是古代的这个欧洲医学，还是古代的中医，都有这个异曲同工的这种处理方式。唐代武则天时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件，安金藏为了证明这个太子没有谋反，自己剖腹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结果这个武则天派遣御医赶快去进行抢救。当时记载说御医啊，给这个安金藏把这个流出来的这个脏腑给他推回到腹腔，然后给他这个伤口上用桑白皮加以缝合。桑白皮就是桑科植物这个桑的干燥的这个根皮，别名叫桑根白皮啊，桑根皮、白桑皮。杨乐写的《桑白皮研究进展》这里边就曾经介绍过，桑白皮就有比较有效的消炎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啊，无论是桑白皮也好，药膏也好，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消炎作用。当然了，你说它有没有现在抗生素那么有效？那肯定没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毫无办法。而至于华佗呢，《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搞这个外科手术，说若病啊结肌在内，真药所不能及，当需枯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先给他吃这个麻沸散，然后等到被麻倒了之后，然后再给他剖开腹腔实施外科手术。实施完了之后干什么呢？叫缝腹膏膜，也就是说要把他的那个伤口给他缝合起来，然后呢再给他涂上药膏，4、5日以后，伤口逐渐就开始这个愈合了。这个程序坦白的说，毫无外科手术经验的人从来不知道说我要给你编个故事，还知道先来麻醉，麻醉完了之后腹腔外科手术，完了之后还有缝合，还有涂药膏等这些东西。你想一想，他要编起来是不是有点困难？而且咱坦白的说，华佗对外科手术一直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保守的态度。《三国志》记载说，有一个士大夫得了病之后跟华佗说，我希望你给我搞一个外科手术。结果这个华佗劝告他说，我建议你不要搞，为啥呢？你这个病啊，动不动外科手术啊，他都是10年以后必死，不如不受这一刀。结果这个士大夫说，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一定要求你给我做这个外科手术。结果呢，华佗也就给他做了。结果手术倒是成功，但是10年以后，这个人真的就死掉了。所以说，华佗本人对于外科手术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而且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出，古人描述的外科手术的这个程序，真的和现在的外科手术啊大体相差不远。你比方说，割皮解肌，干什么？剖开皮肤和肌肉，然后绝脉结筋，这是血管结扎和韧带处理，然后叠荒找木，干什么？拉开胸腹膜和大网膜。叠，整理的意思，折叠的意思。荒，通病入膏肓那个肓。爪，通抓。木，通膜啊，大网膜。
你说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实践经验的话，谁会写得如此的这个详尽呢？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倾向于认为华佗外科手术是真的存在的，因为它有历史传承，有经验的积累，而且呢，也跟现代的外科手术的程序基本程序其实是相当的。凭空想象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基本相信华佗的外科术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华佗那个年代，其实对待外科手术，中国的医家态度已经越来越趋于保守，因为那个年代动外科手术真的成功率很低，死亡率很高，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搞的。可见那个年代能够懂这个技术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自打汉代《黄帝内经》成书以来，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医学主流的治疗手段就是汤药、针灸、按摩、导引、骤进。大型外科手术，华佗身后基本上就失传了。当然，外科手术一直有，只不过这些外科手术主要是些什么呢？主要是些体表型的，或者是抢救性的那种手术。你像主动的去剖开人的胸腔、腹腔做这种内脏器官的手术，已经基本上绝迹了。另外一个，我们得解释一下曹操为什么杀害华佗。华佗来到曹操的帐下，其实是华佗觉得曹操是个英雄，因此来投他。而且呢，医术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个敲门砖，想由此受到曹操的重视，然后呢，这个走上仕途，实现自己经邦济世，有一番大作为。但是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对方不见得这样想，所以这让华佗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无比的失望。所以华佗最后决心脱离曹操，借口是什么呢？华佗撒了个谎，说是我这个妻子得病，我得回家去照顾。曹操允许了，他就回到老家。结果回到老家之后，曹操多次派人去叫他回来，结果华佗拒不从命。曹操一怒之下，派遣了一个使者到华佗老家去查验一下华佗的老婆是不是真的得病。而且曹操很狡猾，使者的车上还载了几户小豆然后曹操跟这个使者说，你到了那儿之后不要事先打招呼，你直接进入其家，你去看，如果华佗的夫人真的得病了，你就顺势把车上的小豆赐给他，说这是丞相赐给你家的。如果他没病，你立刻把这个华佗给我抓过来。哎呦，你想华佗能斗得过这个老狐狸？结果华佗被人家给抓回来了，抓回来之后入狱了，最后曹操竟然将其处以死刑。而华佗临死之前，华佗写了一卷医书，交给了玉帝。《三国志》记载说，此可以活人，这就是华佗的遗言，告诉这个玉帝，把这个书传出去，此可以活人。结果吏畏法不受，佗医不强，所火烧之。玉帝怕惹事儿，竟然不接受。华佗没有办法，要来了一把火，把这卷书又给烧掉了，非常非常可惜。为什么呢？因为华佗有学生，吴普等人有，但是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华佗传给自己的徒弟的可能只是本草学的知识，而没有传给他这个外科术。而最后临死之前，这一卷书极有可能就是关于麻沸散、关于外科术的，但是传不下来，没有办法。由此华佗外科术变成了历史之绝唱。为什么曹操要杀华佗？其实坦白的说，曹操第一是因为华佗撒谎了，他很生气，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曹操骨子里就瞧不起华佗。曹操把华佗看作是术士当中的一员而已。你要知道，当时曹操身旁可不只是华佗曹操当时从全天下搜罗了16个人，都是天下有名之方士，而华佗竟然被名列其中。按照这个张华写的《博物志》卷5的记载，曹操身旁当时有一批的这个术士，什么王真这个封君达华佗费长房等等等，一共是16人。而且
这16人各怀异术啊，据说都有法术。其实说白了，华佗是真本事，其他15人基本上就等于是招摇撞骗。在古代的正史当中，医者往往跟术士一块儿在正史里边被归为方剂、方术之流。曹操把华佗归为方士，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思维模式。后来曹操死了以后，曹植写的这个《变道论》就曾经为曹操做过辩解。曹植啊，说白了还是有点唯物思想的。曹植也知道天下有很多人对于曹操身旁聚集这个奇能异士颇有微词，他呢有过这样一个辩解，说是先王啊，为什么把这些人集中过来，集中到自己的身旁？恐成私人之徒，挟奸诡以欺众，行妖淫以惑民，故拒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啊，求安栖于海岛，视金鹿而履云辇啊，弃六纪而献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于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父亲把这些人聚集在身旁，是因为这些家伙具有蛊惑性，能欺骗老百姓，怕他们在天下作乱，所以把这些人集中在他身旁，把他们监管起来。哪里是相信他们的法术？但对不起，曹植这属于洗地。《后汉书》就说曹操把这些人聚集在身旁，问其术而行之。《博物志》也说，曹操曾经认真地向这些人进行学习，叫武帝行之有效。你可见曹操是有实践的。在曹操的眼睛里头，那华佗就是术士之一，那本来就属于等于是自己养的工具人。华佗自认为自己是士大夫，曹操不这么看。当然了，华佗死了之后，曹操尝到恶果。曹操啊，冲动之下，把自己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牌的一个医闹啊，杀医呀！杀完了之后，恶果就逐渐体现出来。一个，曹操一直患有头风，华佗给他诊断，认为只能减缓而不能去根儿。问题是华佗死了之后，给他减缓的人都没有了。但是呢，曹操嘴还很硬，说佗能愈此，小人养无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医中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华佗死后，曹操还嘴硬的，就说我承认华佗能够治我这个病，但问题在于啊，这家伙养病自重，对吧？我就是不杀这个家伙，这个家伙也不为我断这个病根儿。但是呢，问题在于，最后他后悔了。为什么后悔了？曹冲死了，曹冲少年而夭折，曹操无比的悲痛。你要知道，曹操原本想传位于谁呀？曹操并没有看中曹丕，也没有看中曹植，曹操原本看中的是曹冲。所以等到曹冲死了之后，曹丕赶过来劝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曹操曾经说过：“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你看这话说的就非常的直白了，这是我的不幸，是你们的幸运，没有这个孩子死，没你们的前途，就这个意思。所以曹操到这阵儿才承认说：“吾毁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呀，我要是不杀华佗，也许华佗能救我这个孩子的命，那有啥作用啊？你事儿已经干下来了。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传言，说华佗给曹操建议做开颅术，得罪了曹操，曹操把他给杀了。这个说法有没有？有，但绝不可信的。原因很简单，正史根本就没这么说，魏晋时期的史书也没这么说，是到《三国演义》小说家言才创造出来的，它不可信呐。曹操这个头风是怎么回事？曹操认为自己是头风，但是他这个病啊，恐怕另有原因。他的确是一直有这个头病，《魏武遗令》里边就说：“吾有头病，自先主茂泽啊，持大符，如存时勿疑。”就是我死的时候啊，也要把我这个生前戴的这个帽子也一块给我随葬，就这个意思。西晋陆云在《与兄书》里边提到过，他亲眼目睹过曹操生前戴的这种帽子，就是为了勒住这个头，减缓这个头痛的。而有的学者啊，真就相信了这个
华佗的这个要给曹操实施这个颅脑开颅术。你比如说卡特凯利里边写的史前至公元500年早期文明，这里边就说过华佗呀要给这个曹操搞这个颅骨环钻术等等等，这很明显就是没有区分开小说家言和正史。华佗没有提出过这个给曹操进行这个开颅术，没有过。而且我这里要必须指出，曹操之头风是不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脑血管疾病？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是牙病引起的。证据是什么？那就是在安阳发现的曹操高陵里边出土的曹操的遗骨证明的。曹操的颅骨已经不全了，但是呢，有一块是这个牙齿，这就是曹操的牙齿。而潘伟斌写的《曹操患头风病与华佗被杀之原因探究》，这里边就说，你看这个曹操这个牙齿啊，多颗牙齿几乎被蛀空，牙冠部分基本不存，而且呢，髓腔上半部也已缺失，使得髓腔直接暴露在外，伤及牙髓。其他保存稍好的牙齿磨损也相当严重，釉面基本不存，并且有重蛀现象，蛀洞深至牙髓。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见，曹操晚年可能牙齿有严重的疾病，引发了严重的偏头痛，恐怕他的头风来源于此。这是个题外话。还有一个传言，说是关羽刮骨疗毒是华佗给他做的。首先肯定一点，关羽有过刮骨疗毒，见于《三国志》的这个《关羽传》，那里边说关羽啊为流矢所中，这个伤后来啊每到阴雨天就骨肠疼痛，最后呢为了长痛不如短痛，让医生过来叫破壁痤疮，刮骨去毒，然后呢一边喝酒啊吃肉，一边让医生给他动手术，而且是言笑自若，一股英雄气。但是问题就在于《三国志》说谁给他做的这个手术呢？没提名字，就说一个医，哪个医？没有说是华佗呀。《三国演义》说的是华佗，他不可靠啊，小说家言呐。而且《三国志》说过，说这件事儿是关羽驻防荆州期间发生的事儿，而华佗在此之前已经被曹操所杀了，所以刮骨疗毒应该跟华佗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啊，综合以上，我们这么说，华佗的外科手术真有可能是存在，极大的可能是存在的。至于曹操，他杀害华佗，他已经自食其苦果。我们必须指出，他与华佗之间的关系，他对华佗下的狠手，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医学家的社会地位。在那个年代，就包括曹操这样的高层人士眼睛里看来，所谓的医者与术士是属于同一团体的。那个年代的医者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中国古代往往歧视技术阶层，把经学视之为正经学问，而把这个包括医者在内的一些这个我们今天称之为叫技术人士啊，视之为叫奇巧淫技。这个大家也知道，自古以来有之。所以呀，韩愈曾经说过：“医巫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所以华佗的被杀是什么？华佗的被杀实际上是医者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种体现，他的心理落差是他的自我定位与别人对他的定位之间的一个落差所导致的。